精心养护的蝴蝶兰，养着养着这个花苞就掉了，叶片开始发黄，最后烂根烂茎嗝屁了。这种情况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啊？蒙圈了。今天咱就来一个保姆级的蝴蝶兰养护方法。咱们在养护蝴蝶兰的时候，环境很重要啊。蝴蝶兰最怕高温和高湿，高湿度包含2点，一个是环境过高的一个湿度啊，环境过高湿度看见了吗？蝴蝶兰叶片斑点。造成菌害。咱们养蝴蝶兰总养不活的最大的问题在哪儿？就是盆土里边的湿度过高，温度过高，这个水苔里边的湿度过高，那么蝴蝶兰就会出现一个烂根烂茎的现象啊，表现非常明显。那么只要是蝴蝶兰产生烂根烂茎，这个整株植物的最底部叶片开始变黄啊，抽瓣，然后新花的花苞开始衰败啊，这个新的花苞打不开，干枯掉落。这个水苔里边的湿度过高，咱们可以通过浇水控水来解决。我给蝴蝶兰的浇水方法就是不干不浇，浇着不浇透啊，你没听错啊，浇着不浇透。什么叫不干不浇？水苔干的比较厉害啊，至少啊，咱们手指头通过这个盆边插进去啊。一半的这个水苔干了以后，咱们再浇水都赶趟，或者说是咱们这个水苔种植的蝴蝶兰，水苔完全变色了，完全变白了，咱们浇水都赶趟。那什么叫做浇着不浇透啊？我不会去给蝴蝶兰泡盆，也不会拿水壶去给蝴蝶兰浇水啊。不浇透的意思就是拿小喷壶，沿着盆边给它稍微喷点水，那么这种杯型的浇透个大概一半左右，后期这个水会通过一个梯度扩散到整个的这个营养波里边啊，这个营养波里边的整体的一个根系周边有一个高湿度，仔细看的话会出现这种现象，这个营养波里边的这个盆壁啊，大量的水珠，这个湿度对它的根系完全够用了。如果说你去进盆啊，每次浇水浇的都很透，家里有地热有暖气啊，温度比较高，极其容易造成净腐啊，尤其是咱们埋的比较深的时候啊，这个水苔埋的比较深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净腐的概率很大，蝴蝶兰净腐就会像这样，底部黄叶，顶苞没开的花开始掉落啊，整体的花瓣掉落啊。咱们先讲完了浇水的一个问题，再说一下蝴蝶兰常见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这个花瓣上出现黑斑，是吧？这就是菌害啊，你这个空气湿度过高，或者没事你往那个花瓣上去喷水，往花朵上喷水，会造成这种斑斑点点。那么很多人养护蝴蝶兰的时候像这样啊，叶片开裂，叶片开裂什么原因？环境湿度过低啊，这都不叫事儿啊，正常让它去开花就可以。那么第3个问题就是，别人家的蝴蝶兰能开2个月，到你家就开半个月、1个月，什么原因？有很大可能是咱们养护蝴蝶兰的温度过高啊，你高于28度，这个花败得很快。它这个温度过高的花掉落的表现就是从最下部啊，从那个花剑最下部开始，这个花开始萎蔫掉落啊，就是你的养护环境温度过高。蝴蝶兰最好的一个温度环境15到24度之间。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蝴蝶兰的用肥，首先你要屏蔽一点啊，这个蝴蝶兰开放度比较大的时候，比如说像这样，它只有2、3个花苞没开了，这时候要停肥啊。什么时候给肥？等花完全开败了以后，咱们再给肥。平时我去给肥的话啊，你要有这个微生物有机肥，这一个小杯里啊，放个2粒3粒的撒在边上就可以。那么另外的话，有营养液的话，花败以后用通用型的，半个月给一回，对蝴蝶兰来说就够用了啊！不要给它去施加太多的一个肥料。那么蝴蝶兰的养护，咱们只要控制好浇水啊，那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个室内地热啊，环境温度比较高的，咱们控制不了的，那就顺其自然啊！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